中华民国宪法这张皮，美国人把它拿来做两岸的和平协议啊。民国35年大陆时期就是两岸共同制定的，不要觉得它只是一个鬼扯，这是未来它整个立论的最核心的基础。我是认为这是史上最台独的发言，没有错。台湾会坚定的站在世界民主链这一边，美日韩台非印。我们组成一个坚定的联盟，我们就能够捍卫你的和平，就形成了中国包围网。赖清德把这话讲出来背后中美对抗的影子就更强了。美国的海权思维呢，只有增强，没有减弱。但这个产业必须深度跟美国结合，这样才能确保台湾世世代代跟美国连在一起。其实他这里倒过来写了吧，他都是牺牲国家主权来保护他的政权利益。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这就是美国的阳谋啊，也是美国的阴谋啊。他现在就是要怎样透过串联，把台湾、菲律宾拉进来，然后呢，把韩国拉进来，对不对？然后把印度给拉进来，然后印度呢再连线过来，那是不是怎样？就形成了所谓的中国包围网。所以美国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是一个用新冷战思维，也就是这个是一个中美对抗的思维下的逻辑它的目标就是要对中国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全面性的围堵所以对于老美来讲那他现在就改变了他的战略，陆上没办法完全围堵的情况下呢，我用海上围堵的方式，把海权放到最大。那印度势力从这边过来，就可以补上在南海到太平洋这个缺口，也可以钳制什么？可以钳制巴基斯坦。所以中国在这里面中国积极的应对呢，就是从辽国、泰国、柬埔寨，透过这样的一个顺序去出口。可是当你把印度拉进来的时候，你不管怎么走，其实你在这个地缘上都是很大的困境。所以你说台湾在这里面是不是重要？当然是重要所以为什么你看因为这整个岛链里面最薄弱的点，最没有战略深度，而且呢又不是所谓联合国国家，因为你要对联合国国家发动攻击，那个是国际法的问题。关键点在这里这样锁住如果没有守住的话，你整个战线你就要后撤到这里他如果退到关岛，那退到关岛等同什么？等同是围堵失败所以老美为什么这么重视台湾现在的这个整个处境？为什么要给赖清德打鸡血？其实讲白了，今天布林肯丢出这张，他给赖清德通过了这张讲稿，就是给赖清德打鸡血。打鸡血的效果猛不猛？有没有用？非常有用。所以这里面为什么特别去提到印太补充法案？为什么说叫做世界和平的第一关守卫？为什么叫做世界民主链？一张图就把你组合起来了嘛。世界民主链，世界民主链里面的亮点是谁？就是台湾。世界和平守卫的第一关在这里。OK， 全部叠合印太补充补缓法案结合什么？结合日韩台非印，全部把你汇聚在一起。这赖清德是完全被美国开绿灯，不仅开绿灯，还给你打鸡血民主自由是台湾不可退让的坚持，和平是唯一的选项，繁荣是长治久安的目标。也就是台湾会坚定的站在世界民主链这一边嘛。那你美国不用担心我才是你真正不会变化的盟友嘛。希望中国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事实。这是今天这整个文当中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文言这叫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也就是要正视中华民国台湾，也是正视台湾是独立的事实。请正视中华民国没有在1949年被你消灭，而且中华民国呢，虽然在2758号决议文的时候退出了联合国，但是2758号决议文并不涉及所谓台湾主权议题。我跟你讲，这是美国最近的一系列论述，你要把这个给顺在一起看。联大开议，美国议员重申2758号文不涉及台湾代表权。所以在去年9月的时候，其实美国就已经把这个梗给埋下来了。这个梗只等着新总统上来要把它给爆开来。从赖清德把这话讲出来这个背后中美对抗的影子就更强了。表面上是台湾跟中国大陆的交流，真实意涵是
美国要你中国吞啊，吞台湾是独立的。如果台湾不是独立的，那你就只有被我美国围堵到死。美国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藉由赖清德的嘴告诉你一件事情：中国，你要接受台湾是我的势力范围，它是主权独立的。但我的一个让步是什么呢？我可以让你实质上保有对台湾的领土的主张跟伸索权。也就是我会继续用 One China Policy， 我有一中政策，名义上的继续让你保留，但是台湾实质上是独立的。如此，你跪下之后呢，我们好谈，就有交流，就不是对抗。美国的海权思维呢，只有增强，没有减弱。现在他透过哪里？布林肯给赖清德打鸡血的目标是什么？赖清德写了这么毒的讲稿，他就是要告诉你中国跪下嘛，就是这样嘛。这句话台湾人要警惕哦，很有可能走向最失控哦。除了中美直接对干之外哦，一定程度的热战或者是碰撞是不可发生的。我们对中华民国的认知可以不一样，但是对于中华民国的历史事实应该是要一样的。但问题是在蔡英文主政之后的民进党，他透过篡改中华民国的历史事实，来贴合美国的台湾主权独立论，有理想但不能有幻想，什么意思？准备作战嘛。他的意思是要把台湾往前推啊，放弃武力犯台之下。什么叫放弃武力犯台？也就是说，他不是说中国你不能主张台湾的主权哦，这两字是两件事哦。中国可以主张台湾的主权，但不代表台湾要放弃自己的主权主张。所以主权重叠之处怎样？会出现冲突嘛？而这个冲突，中国不得以武力解决之。那这叫什么？这叫做名义上主权属于中国，但是在势力范围上属于美国所建构的民主国家链的一环，就完全符合美方的一个要求。这个讲稿赖清德有写没有错，但是最后拍板通过是谁给他通过的？这个绝对是老美一致字斟句酌的去把这个事情给做出来的。美国的一中原则就是怎样？不能用武力片面改变现状嘛。所以我让你伸索它是一中，我让你伸索台湾的主权，我也不会让台湾加入联合国。可是自始至终这就是我的势力范围，而且他们可以主张他的主权。也就是说，代表说美国人对于整个的掌控，整个局的掌控是非常非常的细致的，这个很实际哦。这么危险的情况之下，中国忍得住吗？不知道，再下去肯定是要打的啦，讲白是这样。可是美国人给了蔡英文到赖清德什么样的保证？这就是他给的保证，什么叫做形成和平共同体来发挥威慑力量？也就是说，只要你台湾坚定的担任民主守门人，美日韩台非印，我们组成一个坚定的联盟，我们就能够捍卫你的和平。下面接下来是产业的，但这个产业必须怎样深度跟美国结合，这样才能确保怎样台湾世世代代跟美国连在一起，它必须深度跟美国结合，在外交、国防、经济下三重绑定，而核心是说你必须坚定你的两岸立场，寸土不让。那你看哦，五大现代产业，这个就是配合美国的安全产业链嘛。还有什么？台商回台投资，鼓励在地企业扩大投资，跟留台湾，意思是要让台湾逐步的从两岸经贸中脱钩嘛。讲白了，台湾企业要怎样？要开始走向从左转转向右转嘛，从去中跑去美嘛，这就是这样子嘛。来哦，关键哦！为了国家生存发展，我们将透过民主的力量团结所有国人，壮大国家。好，赖清德已经告诉你了。什么是他的民主力量？叫做多数尊重少数，就是当我是少数的时候，你要尊重我，我来领导嘛，少数才会服从多数。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可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是简直是在讲鬼扯淡。宪法增修条文第11条。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权利关系义务及其他事务由特别法律规定之，叫什么？叫做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他公然这样宣示，代表他在破除所谓宪法增修条文第11条里面所写的嘛。这是一个极度清楚的所谓两国论的论述法。只是以前两国论是中国台湾一边一国，叫一边一国论。
两国论，对不对？台独运动经过蔡英文的调教之后，他们最后用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作为那一张皮。蔡正元委员他写了一个台独化与蒋介石化，谁在支持这样的一个做法？没错，这是美国支持，但它有一些理论的核心的基础跟依据。什么是3合1台独论呢？简单来讲就是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变成台独的一个表面那最终结果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嘛，这叫中华民国台独化嘛，就实质的让中华民国独立于中国之外，但是呢，它还可以做到呢这个台独的一个推进的一个论述的工作。这个也是美国，我认为是美国跟日本给予就是民进党的独派的一个说法，而这个说法我觉得已经有说服独派的趋势了。蒋介石化是指蒋介石貌似意志坚定要反攻大陆，最后会自己找了很多台阶下，反攻大陆就不了了之。中国统一政策可能也会如此简单来说是什么？统治阶层丧失了统一意志，国家越趋安定富有，所以呢不愿付出代价。第三，统治阶层不愿意去堵住一个统一，因为呢他已经是高高在上，所以他不需要再去改变它。现在的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他去赋予两国论，两国论就有道德高地嘛，那道德高地就是中国打我叫入侵嘛，所以他占第一个点嘛。第二个点，他说80年嘛，二战之后80，也就是不承认所谓前面的历史是归我管，我这个已经是实质上独立的所以这叫抢占道德高地。第二个，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相当于就是所谓俄乌之间的明斯克协议嘛，就两岸是没有签和平条约俄乌之间有签还开打，对不对？但是两岸之间没有签，那为什么不开打？因为有中华民国宪法。那中华民国宪法什么时候定的呢？民国35年，1946年，中华民国大陆时期，这是两岸共同制定的。所以中华民国宪法这张皮，美国人把它拿来干嘛？拿来做两岸的和平协议那至于怎么解释这个两岸的和平协议呢？那解释的方向呢，由我来决定。所以你会想奇怪，怎么这一次一直在提中华民国宪法？蔡英文是有提中华民国宪法，但是没有把中华民国宪法上升到作为一个协议的逻辑。两岸没有和平协议，没有停火协议，什么都没有。但是两岸有中华民国宪法，因为这个宪法什么时候定的？1935年定的。所以这张宪法皮，你中国要吞吞什么？一，台湾可以主张主权独立，但是我不会允许台湾独立嘛，对吧？二，你中国要放弃武力并吞台湾，因为你这个实质上是一种侵略行为嘛。三，你如果要放弃被我围堵，要合作的话，那你就必须把你的安全由我来把控，台湾我就是要定在这个外海，控制你整个中国的海岸线，也就是你必须屈服于我的海权之下嘛。他们竟然可以把中华民国宪法当作明斯克协议这才是我觉得今天整个赖清德讲话里面的核心中核心。这很恐怖因为讲白了，你根本就是叫人家跪下吞下去嘛。那我就问一个问题，中共会理你吗？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嘛。那无论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或是台湾，皆是我们自己向或国际有人称呼我们的国家名称。我跟你讲，这就是把情绪勒索上升到最高层级了。这个是老美给民进党独派跟老美之间沟通互动之后所产生的新的逻辑。但他就要占据一个道德制高点我都遵守中华民国宪法，而且中华民国宪法也是1946年两岸同属一个中华民国的时候制定下来的嘛。你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妥妥入侵台湾嘛。简单来讲，这个就是把共独论给写进去了嘛。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本身是你自己有问题嘛，所以你不能入侵台湾嘛。因为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现在的版本，最新的版本，两岸分属大陆地区、台湾地区就应该和平所以你该放弃武力犯台可是这个玩法它有 bug， 你知道吗？我这套新冷战的围堵链就完工了嘛，它跟共独论是互为表里那这套逻辑可以说服谁？可以说服脑弱的人。任何政党都要反并吞护主权，不可为了政权来牺牲国家主权。其实他这里倒过来写了吧，他都是牺牲国家主权来保护他的政权利益。无论是中华民国台湾，或是台湾，都是我们国家的名称嘛，都一样响亮。情勒大师知识 X 最吃这一套，所以他们吃了这一套情勒大师之后，他就开始去情勒去 PUA
那些不同意这一套的人，然后进而呢大声嚷嚷这一套这么好，你不接受你是失智列车吗？这不仅是文字游戏，它更是在玩逻辑翻转。不要觉得它只是一个鬼扯，我跟你说，这是未来它整个利润的最核心的基础。我是认为这是史上最台独的发言，没有错。然后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国台办的发言，非常强硬，历史有史以来最强硬的一次。陈冰华他就讲到民进党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9·2共识，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其实一句话就把我们刚才这里面所有的内涵的分析给做定性了嘛。老共这边的讲话方式，他就很清楚嘛，你就是以武谋独嘛，没有和平独立这件事。当然，到底中国是打嘴炮，中国大陆是打嘴炮还是实质的，但就要看接下来嘛。那完成中国国家统一的意志坚若磐石，你讲是讲得很硬啊，可是问题是似乎没有看到更实际。不过我认为啦目前都还在蓄力。